而且我们是典型的亚苏中年人嘛。所谓的我现在啊是在送货回家的路上，今天又是拜四，我们出来绕吉隆坡已经有100公里了。那我们的创业呢，这个小小的项目啊，也进展了有2周的，整整2周的时间了哦。对，我想来做一个小小的分享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仔细的去讲过我们的想法是怎样的，对吧？首先我想问一下你啊，就王太，你觉得为什么要在大马这边创业呢？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哟，这个是个好问题哦。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但很巧合的是，今天我们刚刚送完今天的8单。特别有意思的是，最后的倒数第2单，这个位置是在我们来马来西亚住过的第一个区域 Shah Alam 的靠近 Glen Marie 的区域，然后我们路过了你原来的那个东家所在的那幢楼，我就忽然之间就觉得很感慨，又恰巧你在放张修修的那个不正常人生那个 YouTuber 的那本书，叫我可能错了，对吗？他就讲到说，这个人过了非常精彩的60岁短短的一生，然后他经历过了不同的人生经历，很多都是跟大概率很多人的这个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的人生是凝练的精彩人生。我突然之间当时就热泪盈眶，看到你公司那一栋楼，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我在做我原先人生当中很想做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然后现在在大马创业，其实就是我人生当中想做的一件事情，而且我的创业是和我的兴趣爱好是密切相关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投入到一个我不了解的领域，从零开始，跌跌撞撞的犯错、改正，再重新修改、再试，这个过程非常好。对我来说，其实也主要就是为了支持你因为你有一个对美食的热爱嘛。然后你自己也做菜很多年啊，用你的话说是有30年的时间，不止有30多年的时间。那你也很喜欢去研究，一直也秉持这样的一个梦想。但是到了大马，我觉得你看当我在写小张的这样的我在做他的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说这叫大马梦嘛。对我们来讲也何尝不是。就任何你餐饮的想法，如果你要在中国实现的话，你能想到的任何 idea 都有人做了，而且任何 idea 都是以一个大的品牌、很大的注资、一种集团化的标准化操作的形态和规模呈现的。那我觉得在大马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有一点点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们前期采访了好多的 SME， 尤其是小贩、小档口的老板，我看到他们的成功，当然我也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说他们的生意模式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很想把它付诸实践嘛，对吧？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就未来，我们既然都勇敢的这个辞职了，在一个地方开启新的生活，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脑袋，靠我们的遇到的挫折、遇到的好的人，去创造出一份事业，对吧？就跟肯德基的山德士上校一样，40岁开始，想想看，挺好的呀。你知道吗？我没有想过我们这个创业会不会成功，但是我现在非常坚定的创业的这2周，当然在2周之前我们有几个月，应该是半年多的筹备时间，对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试错，重来推导。我觉得这2周让我更坚定的感觉就是，我可能创业就算不成功，我也不想再去做打工族了，我不想在那个 Mid Valley 他们给我准备好的那个格子间里面去做我的Asia Pacific General Counsel，我不想做这样的生活。我比较乐观啊，我觉得我们当初设计的所有的 prototype 中间的一些想法全部得到验证，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可以成功的。OK， 好，那后面就要讲一讲，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便当，为什么做鸡肉，我们的产品到底有些什么特色，我们也没有讲过，我们自己可不可以坦诚的分享一下？OK， 我觉得对于鸡肉来说的话，可能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里面是对各个有族都比较友好，然后呢又是从健康层面上面来说，它是属于相对健康的白肉，并且我们选用的鸡胸肉也好，还有这个鸡腿肉，还有鸡翅部位也好，它都是有一定的风味，通过我们的这个烹饪技术能够让它很有这个风味。刚刚我收到一条我们顾客的这个反馈，他说是flavorful，它的供货也很稳定嘛。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啊，待会儿讲到我们创业的理念，我也想可以来讲一下。一个是我太太她讲了为什么做鸡肉啊，那为什么
要做便当呢，对吧？这你能不能也分享一下？便当就是既然是我们考虑要做外卖，它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跳脱堂食的这样一个束缚，让人们，特别是像我这样的一个有自闭患者，我喜欢在家吃一些，就是在公众场合吃相不那么好看，比如说啃骨头。对。我觉得像鸡翅还有鸡腿的软骨部分是我很喜欢啃的，但是经常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因为要顾及到并不存在的所谓的一个门面问题，礼仪，对，我就不敢吃，不敢用手去拿，不敢去啃，然后去咬开这个骨头，吸吮这个骨髓，所以我也在尝试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有这样很有意思的这个小癖好。那很好玩的时候，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合伙人，我们的合伙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也跟我说他会把骨头啃得超干净，跟我一样。所以我在想，我就是试一试吧。好，那讲到这个，我觉得不得不讲一讲我的思考啊。就我们做的东西的理念，大家拿到的很多像老卤啊、青花椒啊，对吧？日式照烧啊，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大马的美食，他们都说大马美食很多，你们大家也都讲大马人的嘴巴很刁，大马有那么多人在做吃的，我觉得要解决三样东西的矛盾，这是我们的理念，就是美味。然后呢，成本，还有就是方便，我们怎么提供一些大家能够吃得起的，然后呢，这东西还真的是好吃的，好吃，不错吃，对吧？健康。你说油炸，也很好吃，白切鸡也很好吃，但它在方便上呢，你只能马上吃，对吧？你不能就是说保存很长的时间，还有美味。再来好吃的有吗？那有的是，只要你去付钱。但这个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对客户的画像。我们就希望像王太这样，或者像我现在见到的我们这些客户，他已经开始为自己打拼，或者他的工作生活已经很稳定。那他是希望说，当代人这么忙，我能不能在食物上满足自己？在夜晚的时候，我在追剧在看球，在需要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能有美味相伴。对，他只要打开冰箱，把它取出来，然后烧一壶热水泡9分钟就可以吃。我想说，就是说，像我们自己在试产品的过程当中，已经吃鸡无数了，对吗？对啊。但是时常在冰箱里面，特别是深夜，我有吃夜宵的习惯，就是你忍不住的时候，还是会热一包吃，然后总是想说，我只吃一个鸡翅吧，总是那3个全部吃完。那比如说，还是好吃。当他回到家，这一天很疲惫啊，在电脑前工作了10个小时，又被老板骂过，被客户 diss 过，他能不能回到家，很快孩子说妈妈我想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你不用出去，不用付很高的价钱，就能够快快的准备出好吃的东西。对的，是的。中午的时候也不用只去档口，只吃一些高能量的东西，下午就会犯困。能不能在办公室解决，但又是好的，所以就我们形成了便当，形成了大家拿到的，就我们称之为我现在把它称之为叫魔法锁鲜袋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炸的，它不是白切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既给你美味，又可以把它锁在真空的袋子里面。我刚太太也讲了，复热很简单，你只要有热水，对，9分钟它就出现。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idea 来着。当然锁鲜还有很多的好处可以运输。很多人讲我在吉达我吃不到，我在槟城吃不到，对，未来你们一定就可以吃到了。对，这是我们的想法啦。那么我想再问一下王太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我们现在要自己去送货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必备的关键，我们要 know your customer， 这是我们在打工的时候，我们经常接受企业管理培训的时候说到，就所谓的亲力亲为。我必须要知道什么人在买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产品的瓶颈在哪里。我是指在物流环节，还有在这个包装设计啊。客户他们在犹豫的时候，像我现在做客服，我看到客户在抉择的时候，还有包括他对哪些产品比较青睐，我需要这个一手数据。但是我不想说这个数据是别人收集之后，再通过他的理解，再喂给我，味同嚼蜡的，不真实的。对 ，first hand。对，我自己送货就我跟我们2个人一起来送货，我都觉得只送了4次吧，2周我都感觉收获非常大。除了对大马的地理环境很清楚，我们也知道客户在哪种情况下，他的住家是怎么样的，他拿到的时候温度是什么样，表情是什么样的。对。
对吧？我们对我们的包装也会知道哦，如何再做一些改进。我们的送餐的方式，甚至于后台，因为要做好这个事情，那我就不得不去思考 OK， 我接到订单以后，客户订单如何转化为厨房的订单，如何转化我们分发的订单，拿到客户手上的订单，以及我们自己 review 财务数据时候可以看到的，我数据要进行多次变换，只有我们自己出来以后送了以后我才会清楚，对吧？我们对配送环节要注意的事情，如何去未来激励这个配送，怎么规划，大概花多少成本，也都比较清楚了。而且我们是典型的亚苏中年人嘛，所谓的亚苏就是不想没有这个勇气去把这个倾其所有去创业。对我们来说，很多事情我们自己上也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然后看一看，然后第二方面又是极其自恋，我们总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我们能够自己做，这个自恋加上怕输，又造就了我们现在正好又把这个亲力亲为的事情做好。我觉得不悲惨。昨天我也很心疼我们说，哎，你们两个现在都自己送货，好苦啊！然后干嘛不收别人钱啊？怎么样啊？对。但我觉得还有一些额外的收获，就你看我们真实去送以后，这几次都是收到别人这么多的礼物。对吧？我真实的看到了这些客户，因为你看，我有一集节目还没有做，我也没有发，就说我要放弃追逐流量，尤其是用那些夸张的词，那些让我一阵阵的恶心啊！所以，当我打算放开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这么一点点观众，能不能让它产生更大的价值？我现在觉得通过双手。对吧？你刚刚说这个我很犹豫，我本来不想说这个的，因为我说这个会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在炫耀，或者说是会让更多很善良的马来西亚观众支持我们的时候，拿到货之前会给我们送好礼物，我很担心他们破费。大家不用，因为下单已经是对我们的支持，复购就是对我们的认可。对吧？对，千万不用啊！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很担心大家送了以后觉得，哎呀，负担了，下回不想再来了。我可不希望这样。对。如果您希望的话，我们合个影，拍个照就可以了嘛。是的，是的，对的。就我们早期你看啊，就1万多个观众里面有小部分愿意下单以后，这个他们又变成一个忠实的我们这个小产品的一个客户，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而且通过这个渠道，让我感到真的，你见到真人就会把他当成朋友，把他当成朋友，你就想真诚的去对待他们。对，并且就是说，你要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观众，他们愿意有这个勇气来尝试一个新的产品，然后2个外国人这边搞出来的这个完全很奇怪的这个产品，首先是很好的勇气，我们很感谢他们。然后至于接下来会不会复购，这个就是要靠我们的产品说话了。对啊，所以就是对我来说的话，很惊喜。这几周来，我们有复购的客户。我就想问你，就是因为你在做客服嘛，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这个2周我们大概卖的情况如何？大家给到我们的一些反馈、疑问都是一些什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吧。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不可思议的反馈就是我们的口水鸡竟然得到这个马来西亚观众几乎是好评，然后它的销量是遥遥领先。对，这个口水鸡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好像传统这个麻辣的味道，这个麻味儿啊，这个辣味，大家马来西亚这些观众们，吃过川菜的人会有一种惧怕。然后我们做的呢，又是跟传统的中国的口水鸡不一样。中国传统口水鸡是带骨的，可能是鸡的1/4或者一个鸡全腿，就是腿的部分带皮。对，我们就不想做这个，因为作为家庭主妇来说，我觉得每一次做口水鸡，这个斩骨的这个，还有这个那个皮的那个，我总是觉得特别麻烦。不符合我们方便的理念，对，又不健康，和健康的理念，对。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了，在中国应该是我是从来没看到过别人有专门用鸡胸肉部位做成的绝对没有。对，大家也很惊喜。我们的辣、酸、麻都是非常克制的，应该是为了大马人的口味去调制的。对，是的，对。还有一些什么反馈嘛？就对我们整体再说说看嘛。第二个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很惊奇的去愿意尝试这个藤椒这个风味儿青花椒，都是我没想到的。对，但大家吃完之后会觉得说，诶，这个味道好像这个香气蛮特别的。当然，我们做的这个版本，我们现在将来会做一个正常的这个
藤椒风味更明显，并且这个麻的味道会更明显的版本。目前我们做这个版本是试水的，大家会闻到青花椒的这个香气，但是接下一步就是味觉上也会体会到青花椒，所以我很感谢大家对这个藤椒产品的尝试。千万不要做到脑袋都能感受到，因为我也记得有一次在长沙吃小龙虾，整个头皮都在跳舞，麻的哦，不能那样。对，是的。OK， 还有吗？还有哪些反馈啊？还有的反馈，我记得有一个观众嘛，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说，他本来是不吃饭，结果配上我们的菜啊，尝了一下那个饭以后，觉得都停不下来。对，大家都对，还有就是光盘，大家会跟我们说，我家里面的先生也好，小孩也好，都是吃东西挺挑剔的，一般不吃这一类食物的，结果没想到一试就不错。真不错，真不错。我们也可以贴一些大家的这个反馈嘛。对，还有就是因为最近开始，我也在尝试给我们的一些复购的这个老顾客送一些我们 lab 里的产品，我们 lab 里的产品，还有就内部封测的这个产品。他们会有人问我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卖吗？什么时候会上到你们 menu 里面去呢？这都是我没有想到的，特别好玩。OK， 那大家有什么疑问甚至于说负面的评价建议这些有吗？当然是本人这个发货发错。这个是王太的盲盒系列，把口味发错。还有一次漏发了一包这个正品。对，还有就是我们鸽子精嘛，就是一下子心太黑的那一天要排15单，结果就是取消了1单，对吧？还有一次是2单是在前一页就告诉别人不好意思，能不能再推迟几天送？对，这个是感到非常抱歉。排货上面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还很不老练，这个上面还有疏失。对，我记得有几个观众啊，就我们送到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你是住家自己做的对吗？也会这样来讲嘛。其实我们尝试的贴了张照片，因为我们的宣传完全还没有，只是靠大家的支持，相当于是沉默开业。我们是有非常非常，我觉得我有底气，应该是能超过大马80%的这个饭店的厨房。又来了。这么漂亮，这么专业这么井井有条，注重卫生良好习惯的一个厨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嘛。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开始我们就走对的一步路，不应该是从住家开始。对，虽然我去学了 food handler， 然后我这边所有饮食从业的这个资质我这边都有，但是我认为说一个让人值得托付的这个产品，能够去品尝入口的这样一个食品，应该从一个专业的地方去生产出来。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有这样一个合伙人，我们有这么专业的团队，这么专业的设备厨房，可以就是我们的外卖就是一个餐厅制作的，并不是一个相当的小作坊。对，是一个 fine dining 的Japanese restaurant。对，然后做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爱吃的，不是我们嫌弃的，是我们很爱吃的。是吃了好多。我们的小孩也是很爱吃的。对，我觉得一口下去，不管是鸡翅、鸡腿、鸡胸，还是饮料，都会让自己到现在还是有感动和惊喜的，所以才会把这种呈现给大家。对，还有一些什么反馈吗？我们包装上还行吗？现在？有一个观众反馈说我们包装很 classy。对，确实选的不错啊。我一开始选这款包装呢，你还说你觉得很 low 因为在中国太常见了嘛。是吗？对啊，在中国太常见。我真的是太常见，因为就是我经常有一阵子是一直在密切观察我们家楼下的摆放外卖桌子的那个上面的包装。我发现马来西亚的这个餐饮小店，他们在做这个外卖的时候，包装确实不像我们中国这样，就随便一包装，那个很多筷子也都在外面怎样？就是个透明的。对。所以我们想做到能够环保的，没有冰饮，因为冰饮它会有一些水分，容易把牛皮纸袋会磨损，所以在没有冰饮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牛皮纸袋，环保牛皮纸袋。如果有冰饮的情况下，我们给他用的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无纺布袋子。OK， 非常不错。那我们接下来一个阶段我想还是要努力的给大家多送一些货，积累这个 Alpha Customer。最好呢，如果你在沙登区域愿意的话，可以自提一下，因为我们也要发展到每一个点，它都是这个会有一定固定的客户群如果对已经吃过了，对我们感兴趣的，你在巴达林加亚啦，在 Desert Park City Monkera 啦
你觉得会有很多的量，或者能够找到很多的量，那个也是我们欢迎的，我们就会很快去开一个店嘛。对，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实体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店面，快速的供货。对这是还有做 demo， 这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往后面看呢，我们的系统也已经上线了，然后在线的外卖平台很快就逐步打开，我非常期待但是我也很感激，就是能有这段时光。我们其实之前有设计了小半年的时间，跟你跟王太一起来做。我觉得我们学了再多的知识，看了再多的书，上班上到高层又怎样？当你动手去做一个做吃的东西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其实要从头来，要不停犯错的。对。所以我很感激，40岁为时不晚，但已经是比较晚了，能够有这个尝试的机会。对，好呀，期待下一步。好，欢迎大家多尝试，好吗？也给我们更多的反馈，这都可以帮助到我们。对，感谢。肯定跟你加分啊，比草包还漂亮啊！真的，我觉得可以上镜啊，真的。人家不愿意，我也没办法。可以耶。